Hybrid 油电车的时代重新回来了吗？没错，今天我们要看的新车就是全新的 Lexus RX 500H F Sport 2.4公升 Turbo 加 Hybrid， 真香！相信大家不久之前都应该知道嘛 ，Lexus RX 正式进入马来西亚，而且之前贩售的很多人说，起价了，但是另外一件事是什么？全部卖完，它起价幅度其实不算少，但是因为配备以及整体的外形啊，整体的配置而言，太吸引人了，所以我觉得上次的那个发布不久甚至是发布之前啦，其实引进马来西亚的 Lexus RX 已经全部卖完了，所以现在 Booking 应该要等啦，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件事Lexus 的所有车型，不要怀疑，所有车型都不是 CKD。我们讲说国内豪华品牌嘛，宾士、宝马嘛，都是本地组装，但是 Lexus 价值就大，所以它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，包括今天我身边这辆 Hybrid 的车型也是日本 CBU 进口的。有一种 kimochi 的味道，没错，它是日本血统，没有错，这个血统非常的纯正，所以上次进来的汽油版已经全部卖完了，然后看来原厂是觉得销量不错，然后我们都知道Toyota集团嘛，在马来西亚也要开始主打这个 electrification 的路线，所以 hybrid 车型理所当然就要引进。上次汽油版多少钱？也是400多千嘛，hybrid 版多少钱？我们之前都记得嘛 ，hybrid 的 Lexus都非常贵，可是今天这辆 RX 500H F Sport 呢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它的售价是498,888块，就是你只要500千以下的价格，你就可以拿到一辆2.4公升 Turbo 再加 Hybrid， 表示什么？你的动力非常充沛，然后你还可以省油。就以前你自己想一想啊，如果你买的纯汽油版470这样子的价钱，然后你突然有一辆加了一颗锂电池，再加一颗电动马达的四驱版的油电车型给你，还省油，然后不用500千，可以卖爆吗？我相信可以卖爆。它这个配套下来，让我看到的当年的 Lexus CT 200H， 对，那一辆卖得非常好的 hatchback， 就经济实惠又大碗。今天这辆500千算是经济实惠又大碗吗？我觉得比较起一众的欧洲豪华车型，这个价钱不到500千的价钱，我觉得它的吸引力是蛮高的。第一，它有 Lexus 的品牌光环；第二，它 CBU 日本进口；第三点，它有 Turbo；第四点，它再加上 Hybrid。所以，如果你问我汽油版跟 Hybrid 版，我会毫不犹豫上 Hybrid 版。真的太赞了。那这辆车它的特点还有什么呢？首先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全新大改款之后的造型，这个面孔，我们常常说有些造型很极端，有的人很喜欢，有的人很不喜欢。但是我觉得 Lexus RX 的造型是大多数人都非常喜欢的，就它有豪华，有雍容华贵，有优雅，又有一点运动化的感觉。然后今天再加上 F Sport的套件，所以你看它的 bumper 更帅气，轮圈给你21寸超级大轮圈，整体的配套这个选项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这个造型真的是很好看了，再加上 F Sport 真的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。再来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 LSS Plus， 在母集团叫做 TSS 嘛，3.0还是4.0的，现在放在 Lexus 上面，它叫做 LSS Plus Lexus Safety Sense Plus， 就是比完整的 ADAS 在 Plus 就更完整一点，更高科技，它的侦测范围内容，侦测范围更强，然后这个范围更广，所以它表示它的这些进阶式安全配备都更加的完善。360环境显示肯定有盲点、碰撞、车道保持、智慧型跟车，全部都搭载上去。更重要的是，马来西亚人喜欢的是什么 fancy 的 function， 所以它这套系统还加上了 auto parking 的功能。你不要小看 auto parking 这件事这么大的一辆 SUV， 你如果有 auto parking 加分吗？超加分。那
动力系统的部分呢，我讲了很多次嘛，它有一颗2.4公升的直四 turbo 引擎，再加上电动马达，电动马达在后轮，所以它前轮汽油，后轮电动，所以它达到一个4轮驱动的效果，搭配的是6速自排变速箱，输出的马力366匹，扭力峰值460牛顿米，0到100加速6.2秒可以完成，极速为每小时210公里。所以你有一个非常壮硕的车身，你有帅气的外形，你有油电混合系统，你的动力还非常的充沛，6.2秒极速210耶！这辆车我相信不管是在都会穿梭有一点大辆啦，但在高速公路行驶应该会非常的舒服哈。所以，哇，这次我看 Lexus Malaysia 要从日本拿几辆进来啊，到底够不够卖呀？我好奇问大家，究竟会选择油电版还是选择汽油版呢？哎，欢迎告诉我们。那造型的部分真的不需要我说太多了。这个造型，我虽然说造型很主观，但是这个造型我个人觉得是好看的，非常帅气。然后广播雷达有前镜头，因为它有360环景显示，然后有21寸的大轮圈，而且给你 Michelin Pilot Sport 4 SUV 的轮胎，赞，性能保证。一字眉的车尾灯，从我记得 Lexus UX 开始就开始沿用到 Lexus 家族各个车型了哦。这个尾灯造型帅吗？喜欢吗？买吗？买，有钱当然买。造型非常好看，车尾的造型非常壮硕。它给我想起了谁，你知道吗？它给我想起了 Toyota 的 Harrier 耶，有吗？有像吗？好像有一点像哈。然后最重要是什么？这边的标志。RX 500H 500是什么？就是动力系统非常充沛的意思。那电动尾门打开来，后车厢的空间可以说是超大的。你的有钱人一定要打 golf bag 要够塞，你可以塞几 set 都没有问题。然后下面因为有电动马达，有锂电池，所以它就没有放备胎给你了。不要怀疑，还跟电池扯上关系的车子。都没有备胎，所以它就一些零散的收纳空间、补胎剂等等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这边2颗按钮，表示你的椅背可以做4/24分离倾倒，而且它是电动倾倒。有一点慢，真的有一点慢。然后它倾倒了之后，可以看到吗？它是全躺平。没有全躺平啦，它有一点微微翘起来，但是它平整性还是蛮好的，所以收纳东西，你如果2夫妻出门带你的女朋友、带你的情人，女朋友出门，对你就可以放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旅行，所以收纳空间本身车子已经大了，收纳空间也非常大。椅背的倾倒有点慢，但是尾门的开关，以前我们都说。大集团都慢一点嘛，今天不会，它的后车厢开关速度都蛮快的。好，我们坐上 RX 的后座，2件事非常重要要先说。第一件事就是这个车门把，它就是所谓的 e-latch 就是你不用拉了，就现在人懒得连车门把都懒惰拉，所以它就一个按钮就可以开。外面也是一样哦，你的车门把不是用拉的咯，它有一个。Touch button， 你就 click 了一下，车门就可以拉开来了，够懒吗？是，现在人就是这么懒，但是很 fancy。OK， 第二件事，来，每次讲到 Lexus， 大家就要讲 Mark Levinson 在哪里？来，在这里500钱拿出来 ，Mark Levinson 就是你的了。哇，诚意吗？有诚意，非常有诚意。后座有什么？有遮阳帘。这里有一个非常舒服的绒布在它 Mark Levinson 的旁边 ，Mark Levinson 的质感也蛮好摸的，不像某牌子的 Burmester， 就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哦，每次都很硌手的，新的旧的都很硌手，这个非常质感非常好。然后旁边上面竟然是硬质塑料我竟然可以在 Lexus 上面找到硬质塑料下面才是皮革，这边是皮革，然后下面这边也有一点硬质塑料，然后有氛围灯，以前我们都说对手。每次都搞氛围灯，今天它也有氛围灯。然后下面扶手的部分也是有非常好的皮革，然后有车缝线，下面是 e-latch。后座的部分呢，它有自己的单区后温空调，它虽然不能调风量，但是它可以调后座自己要有的温度，所以我觉得后面有点热哈，我就调到 low 是多少啊
大概18度吧，还是17度这样子，所以我后面有自己的温度。然后我的后座座椅哦，都有送风的功能呢。哎，这个真的是太高级了，真的太高级了。然后旁边有2颗 Type-C 的 USB 插槽。好，Lexus 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够舒服。这个舒服表示什么？表示你的后座椅背可以做电动调整，因为我们刚才做电动倾倒了嘛，所以你 OK， 我在车上要微办公 ，laptop 拿出来，哎，椅垫调直，叭，可以做工，椅背调斜，可以睡个午觉，哇塞，对，没错，这就是 Lexus 的味道，哇，这个皮好香哦。给我试一下就少了5块钱了，哎，很舒服哎，Lexus 的皮椅，讲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啦哈，目前是豪华品牌里面坐起来最舒服的了。其他的牌子都在讲什么人造皮呀、环保材质啊，这个有没有环保我不知道啦，但是有下功夫，所以你坐起来非常舒服。皮革、麂皮，哇，然后还有通风处理。哇，太舒服了吧！中间靠手拿开来，哇，这个靠手很重哦，而且很 solid 哦。有一个 drawer， 有一个按钮，然后2个置杯架。哇，后座的诚意真的太高。但是这辆车少了什么？还是少了东西，少了天窗。这么大的 SUV，500千的价格，我真的觉得应该给天窗，你不觉得吗？好，我们前座可以不要去嘛？我在后面坐一下好了。哇，我后面睡个午觉，我们等一下再说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坐上 RX500H 的驾驶舱。这个界面好了，上次试驾我没有去，所以我有点不了解它的界面。但是第一件事，荧幕是大了没有错，是全数位，然后大 touch screen， 感觉很 fancy， 只是这个荧幕的造型啊，你会觉得很突兀吗？它的位置感觉就是为了摆大荧幕而摆大荧幕，然后这个设计的美感就稍微欠缺了一点点。因为我一直觉得说，Lexus 的车子啊，对于设计的美感是非常讲究的。但是今天这个荧幕就有一点，我形容不出来了。我觉得它突兀就对了，对它的位置有点奇妙。然后驾驶模式一定有嘛，每辆车都有了。现在连 MyV 都有驾驶模式了，所以它的驾驶模式有 Normal Mode， 有 Eco Mode， 有 Sport Mode， 在哪里按？就是在这里按而已。以前你可能觉得，你要有 fancy 啊，很高科技的啊，然后很运动化的啊，你有旋钮还是你有什么驾驶盘按键？没有，它今天就是在这个荧幕上面做切换，就是这样子。Normal Eco Sport 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啦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荧幕有少许 lag。它没有那么的利落，它会稍微延迟一点点，然后它的画面也不是那种非常美好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厂的动画都做得很离谱，但是你今天看到这个 Energy Flow 的画面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有时候阳春也是一种美嘛。对，它就很简单，东西都画得很简单给你，只是它下面的空调调整这2个旋钮的颜色非常漂亮，它的渐层从蓝色到红色，这个颜色很漂亮。只是我又要说了，你看啊，我转，它差不多半秒多它才有反应，所以它也是有一点 lag。所以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我觉得，就还是有一点累的，这是真的。然后驾驶模式切换了之后，你的驾驶仪表也会做改变，就是你的 Sport Mode 啊，跟你的那个 Normal Mode， 跟你的 Eco Mode 的造型啊是不一样的，它的整个界面就红色、蓝色、白色。
就你不同的驾驶模式，也没有太 fancy 的变化啦。如果像其他厂有很 fancy 这种，就是哇，好像什么霓虹灯啊，什么 RGB 的乱跑，这里它就是还是比较简单一点。驾驶盘3辐式的设定，后面有换挡拨片，换挡拨片非常好按，而且下面有 F Sport 标志，所以表示这是 F Sport 的驾驶盘，有 LSS Plus 的进阶式安全系统，这些跟车啊、车道啊，全部都摆在上面。然后这边中间下面冷气出风口，360环境显示，诶，在转了耶。画质嘛，你可以转快一点吗？它转的有点画质啊，可以啦，画质算不错了，画质算是蛮好的。只是这个要怎么用啊？这个有点难用哎，我觉得。这个画质，这个360，应该是这样子切。OK， 不重要，等我们买车了之后，我们再来实际展现一下它的360究竟怎么用。下面有置物格，有无线充电座，然后还有多一个置物格，然后这些是可以关闭的。有2颗 Type C 在上面，下面有多一颗 Type C， 有一颗 USB， 有2个，哇！非常漂亮的置杯架，这个地方非常漂亮，我真的要说，这个地方做的非常精美，哇，百磨不厌。小小个的排档杆，非常小，就是这种现在算是这种 E-shifter 啦，就是你是 shift by wire 了，你没有 mechanical 连接的，然后电子手刹车、自动驻车，这个按钮是什么？应该是可以调整来适应不同的地形操控，这颗有一个 Terrain 的按钮，然后有 Traction Control 的开关，然后 Lexus 家族经典设计，左右可以互开的中央靠手，有一个皮革靠手，然后你左边开、右边开都可以。但是要记得一件事，我之前试过一次因为之前的有不懂是 Type C 还是 USB， 它是放在这边的，然后我就要拉出来嘛手机，然后呢，线卡住了，开不了，所以要小心你的线不要拉出来。所以它现在这颗主机又可以 Wireless Apple CarPlay， 但是只有 Wired Android Auto， 你是没有 Wireless Android Auto 的，有点哀伤也是瞧不起 Android 用户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你的那个不用紧了，现在线也不在这边了，线在前边了，直接不用担心被 get 到之类的。所以现在你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、Wired Android Auto， 然后座椅2张肯定都是电动椅，然后都是非常大腿支撑长度够、包覆感好的非常好的皮革座椅，所以坐起来，真的是舒服啊，真的是很有 Lexus 的感觉。500千值得吗？我觉得超级值得，因为你自己想看其他的对手的选项啦，然后再加上光环是什么？这个不算牛头牌啦，牛角牌啦，我叫牛角牌啦，真的是高级的象征，然后真的是给到你尽善尽美、舒服的东西。Electrification 这一件事情你怎么看？我对电动车没有太大的激情，但是对于 hybrid 车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完美的产物。它同时省油，同时有电力辅助，然后减少排碳，然后在最简单的方式给你减低燃油消耗，你又不用烦充电，你普通打油、普通加就好了。它自动调节该什么时候用电，该什么时候用油 ，perfect。所以你的想法呢？汽油、油电还是电动车？那这500千你又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。要不要 subscribe 我们 channel？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！来，我要开 Elect 下车了，嘿，哇，高级。